我要再强调一次，就是你要说医院，你眼里只有医护人员，这个是会有误差的。我自己都认为这个人数更多，而且他们更有钱。谁？供应商哦，真的是供应商。观众跟我讲，就是医院附近的房子还是公寓哦，要爬楼梯的哦，然后就有人来租，然后来租以后说什么他要放材料，就放材料而已，反正医院要什么就来这边拿。然后里面啊，主卧还是保留有床跟那个卫浴，可是客厅啊什么的全部都拿来放材料。然后平常有没有人？平常根本没有人。就是有一些什么那个北部下来要出差会叫他睡这里，就拿来放料区了。哇，那做这个房东我就甘愿，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种租期非常之稳定啊。然后你是租给法人，他们用公司签，你要租给法人，你会有预缴所得税的问题，你往上加他都 OK 哦。公司在花这个钱，他就不会痛。就 OK， 他就给你租，然后来干嘛？来囤货，根本都不开火，你知道？然后，哇，这个最好了，这个房子就会受到保护，因为没什么人在用嘛。然后他说什么？本来说是出差要做临时休息的地方，临时过夜的地方，不然你每一次他遇到的那个租客，公司以前是员工出差就帮他们订旅馆，后来发现一件严重的事情是什么？高雄的旅馆它的那个价格飘忽太大。为什么？演唱会嘛，对不对？就自己租一个，长租一个，租约一打多少？他说要打5年了，然后他想一想不好了，他跟他签3年，然后看怎么样，多棒啊！这个又可以预缴所得税令，然后又时间那么长。自产客不说的秘密，2040老人潮逼近，买在教学医院5分钟之内的房子，3大未来价值一次讲清楚。先说结论。就美国的研究，就医距离只要每多1公里，致死率绝对死亡率致死率就上升 2%。所以你住的离医院越近那你可以活得越久你死亡的风险会变低。那这个就是我们可控的嘛。你说什么我走在路上被车撞什么，那我不可控。可是这个住的离医院近或不近，你是完全可以自己控制的。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鸿海也来高雄设厂了，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今天我来跟你讨论，你应该要有一间医院旁边的房子吗？那这次一样是来聊那个 PTT 上的一个 po 文，标题我念一下，闲聊买房在1级教学医院附近真的很重要那内容是说，就有位网友说他最近家人生病，然后就带去一般医院住院住1个礼拜，查不出病因，查不出结果，后来就转诊到教学医院，1天就查出问题。另外因为教学医院离家里也比较近那家人要来照顾也比较方便，所以他就很感慨他就说哎呀，现在买房子学区什么都还好，买在教学医院附近方便很多。那我们先补充一下什么叫做教学医院，就是这个医院除了看诊以外还会负责培训医生，像是割包皮然后那个主治医师某一天就带了一大票人来看你的包皮割怎么样这样这就是教学医院。通常是医学中心跟区域医院这样，像联合医院跟林口长庚，这个都是属于这种医院。所以你要知道买在医院旁边的优点那我们也来讲一下买在医院旁边的优点。第一点，紧急医疗有保障我们来看一个研究，这就是美国研究美国研究比较靠谱吧，动不动来英国研究都变成一个梗了。那美国研究的题目是说急诊病人到医院的距离跟死亡率的关系来直接看结论。数据表明每增加1公里，死亡率相对提高 2%， 这相当于直线距离每增加10公里，绝对死亡率增加 1%。 所以住的离医院越近，是真的能够越救你的命来，第二点，生活机能完善。因为我们讲的是教学医院嘛，所以它里面就不管是医师、护理师或病人的数量绝对不会少，而且规模通常都很大，好几千人真的你要算上那个医院的供应商们围绕着这些医院运转，那自然那边就会形成庞大的生活机能区。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这种要找一定有，甚至医院的美食街里面就会有，北龙就这样来，第三点，房子很好出租，就是医院附近的房子不太会缺租客，这是真的你会说有救护车声音什么嫌恶设施，我跟你讲没差，你到老到那个程度，那个就没差了，因为医疗人员都很习惯，然后照顾病人的家属，尤其是那个
久病的那一种比方说癌症治疗啊，那宁可住近一点，所以或是还会去租，然后租期久一点这样，只要你的房子不太差，你都租得掉。医院的供应商也是他们医院发生什么事情要立刻赶过去处理了，去干嘛的，需要一个地方备料囤货然后在那边待命啊，然后有什么问题直接冲过去处理。最后你要知道，医院旁边的房子会越来越值钱。我讲的这个未来不是什么3年后5年后可能是10年后15年后。为什么？因为我们之前讲2040年怎样，65岁以上老年人人口会占台湾总人数 30% 啊，我靠，这个就是我们放眼望去3人中就会有一个老人那老人的定义是65岁以上。那我问你你现在认识的65岁以上的老人有几个是没有在吃慢性病的药的？都有嘛，对不对？我看他们一回诊拿药，医院的药局或是外面的那个健保药局，他们拿药拿超级多超多的，一拿一大包这样子。吃那个药，吃这么多药会不会好？我不知道，但是一定是吃得饱的，很夸张我看他们拿那个药。我要表达的事情是，你现在去地区型的医院看诊，你已经觉得老人很多，等到2040以后只多不少真的是这样。那到时候如果医院在你家旁边，你还可以挂完诊之后回家干嘛干嘛等叫号之类的。那如果你光来医院，你就有一个很长的车程要去处理，那你就是硬等了然后你已经在不舒服或是什么了，你还要再忍受这么长的车程。很多老人的回诊就是这样，他就干脆就不去了因为车程很久啦。比方说台东的就医，你叫他下个礼拜回诊，下个礼拜人又不见了这个我们都听过。所以医院附近的房子真的在未来会变成刚需。如果你的房子是医院附近又是电梯大楼，我跟你讲，你根本不用担心不用担心租不掉或卖不掉，你一释出就会有人来抢了，真的是这样大型医院旁边这个都是票房保证。你要说高是没有多高以台北的话，台大医院就不用讲神之中正区。那以北龙来说，你那附近的电梯大楼，你30几年华夏有释出，人家还是要买就必须要买那高雄的话，高一龙总附近也是这样。你说房价最高是不至于，但是它就是非常非常的坚挺，非常非常的稳健所以行有余力把它自住解决了那你自产有能力的话，你就自产一间在医院旁边的房子，解决你自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你老了你可能自己用得到老年生活就不用太担心。最后我想问你，你认为买医院旁边的风险是什么？A. 出现更多巨多超多的三宝老人， B. 吃不到炸鸡排， C. 漂亮的护士小姐姐太多让你心神不宁。对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自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资讯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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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萧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
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哦。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哦，讲八卦。我们来看一个那个做功课的时候看到的，很有趣哦。这就台湾自己的研究了哦。这红点是什么？台湾开车半小时之内可以找到中正、重症、急诊的地区，只有蓝色的那一小块哦。然后下一张是放大是高雄的，红点就是医疗院所啦，然后蓝色的范围就是30分钟车程之内，也就是救护车偶一赶得到的地方。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就基本都在蛋黄区，又来了蛋黄区威能哦，所以这就再说明了什么？医院的房子不只保值，它也保命啊，真的哦。然后再闲聊一下哦，我之前说那个大型医院嘛，台中荣总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价格就是凹陷的啊。后来因为我台中我是真的不算有研究哦，然后后来那个观众朋友底下留言还有来赖我，就跟我讲那边火葬场，然后再加那边就是直接是福地哦，墓地这样一条龙啊，医院然后火葬场然后福地，我没有要嘲笑的意思哦，就是本来就是那样规划的。好，那就造成了说大家比较不喜欢去自产在那个地方，但我要再强调一次，现在都还有得选，等到未来大型教学医院不会再盖新的啦，教学医院偏乡医院可能会盖，但是大型的教学医院就在少子化，你要盖什么新的？你一盖这个医院要赔钱要国家补贴，然后大家就那边对，所以台中荣总这边我真的会去看看。我讲到现在，不过我真的是想要去看看，因为那边20几万居然还买得到电梯大楼，我实在是觉得很神奇。你再怎么样，你那边卡个一间中龙，这没什么问题了吧？大家搞不定的东西，中部地区搞不定的病也是要送那里。然后我们再看我刚刚那个图，以高雄来说，30分钟车程之内可以到，真的就是市区啊。高雄的医院送哪边？高一哦，像那个监察院院长陈菊也是都送到高一，然后再来是高雄长庚，长庚那边的利多现在都看起来没什么，它未来也是有的，捷运黄线那边会有一站，跟那个高雄长庚的捷运黄线连开案会盖旅馆，反正对啊，你看大型教学医院附近没败啊，景象也没败啊，即使它已经那么成熟那么多年了，还是会有重大建设陆陆续续推出来。我就认为自产要稳健要保命啊，你买在大型教学医院旁边真的是进可攻退可守。进可攻就是说你这个市场需求没有问题大家还是会有需要的还是要买。我要再强调一次，就是你要说医院你眼里只有医护人员，这个是会有误差的。我自己都认为这个人数更多，而且他们更有钱。谁？供应商真的是供应商。观众跟我讲，就是医院附近的房子还是公寓要爬楼梯的然后就有人来租，然后来租以后说什么他要放材料，就放材料而已，反正医院要什么就来这边拿。然后里面主卧还是保留有床跟那个卫浴，可是客厅什么的全部都拿来放材料。然后平常有没有人？平常根本没有人。就是有一些什么那个北部下来要出差会叫他睡这里，就拿来放料区了。哇，那做这个房东我就甘愿，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种租期非常之稳定啊，然后你是租给法人，他们用公司签，你要租给法人，你会有预缴所得税有问题，你往上加他都 OK 公司在花这个钱他就不会痛就 OK， 他就给你租，然后来干嘛？来囤货，根本都不开火，你知道？然后哇，这个最好了，这个房子就会受到保护，因为没什么人在用嘛。然后他说什么？本来说是出差要做临时休息的地方，临时过夜的地方，不然你每一次他遇到的那个租客，公司以前是员工出差就帮他们订旅馆，后来发现一件严重的事情是什么？高雄的旅馆它的那个价格飘忽太大。为什么？演唱会嘛，对不对就自己租一个，长租一个，租约一打多少？他说要打5年了，然后他想一想不好了，他跟他签3年，然后看怎么样，多棒啊！这个又可以预缴所得税令然后又时间那么长。那我再跟你分享一个真的是很棒的东西，这个是我有这个经验我也分享给你，就是你在蛋黄区之内的房子你在出租还是会有法人想要来跟你租，你知道吗？就是公司来跟你租。我现在也不是讲店面我就讲住宅，他们要干嘛？租来做员工宿舍而已预缴所得税的问题
你自己问 AI， 反正那个要拿房屋税税单来看房屋评定现值，然后再乘不同的区，像高雄市区是蛋黄区是 0.2 哦，然后其他的地方会比较低这样，然后算出一个那个就是不解释，还是税的东西哦。那还有另一个就是法人的租客哦，有一个优点，你这样讲你自己都搞不清楚啊，还有这招，可是你这样讲他们大概都会同意哦，只要他是正经的公司哦，他们也比较喜欢这样哦，就是什么？就是你刚才说签约好，假设是2年好了，怎么签？开支票，什么意思？就是开24张支票哦，然后那个日期都写好，9月5号、10月5号、11月5号哦，然后你看你要几号嘛，开支票这样子给你哦。那时间到了，你就去银行盖一张哦。时间到了，你就去银行盖一张，没有什么欠租的问题，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是做生意的公司，然后甚至他可能手上有标案。我最近也遇到那个法人要租，很特别，他是一样是北部下来的，然后做政府社会住宅哦，做社宅的工程的，很特别哦。反正就开支票这个，以我们房东来说，他租2年开24张支票给我，我靠，这是神仙租客，好好，你说要网路好办给你，你说第4台我办给你，这个都没差，我就不会担心欠租了，你知道。这个公司法人他们只要跳票影响非常非常非常的巨大。他手上有标案他就爆了，所以他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再说你这个票没多少钱，对他们工程的6、7位数这样进出没多少钱啊，公司账户里面一定都有钱可以扣。所以你时间到了你去盖一张，时间到了你去盖一张，好爽，好爽。我们家以前有一个就是这样真的是完全不用担心人家欠缴欠租的问题。所以我说了嘛，你就是要怎样？你就要挑租客那你要实现挑租客来保障后面的各种什么鸟蛋问题，然后都避开。你要挑租客的前提是什么？你房子要好。什么是房子要好？屋龄新啊，装潢漂亮，不是？你房子看起来要明显在那一区的战斗力比较高。比方说同一个社区，大家都是空屋，然后扭扭烂烂的又来出租，你就把它整理过就会吸引到这群法人租客。法人租客为什么要来跟你租比较贵的房子？因为他们没有差，你知道。自然人，比方说一对情侣斤斤计较算一下那个生活花销，但法人租客来租这个，他们都觉得很便宜，就觉得非常的便宜，所以都没有差。然后尤其我们在高雄，我们又有一个优势，就是会遇到那个台北下来的公司，你知道，他们在看高雄房租都是觉得说就很便宜啦，没差啦那员工说要住这个就给他们住啦，不然他去外面给我找一个不含家具的往后那个家具报一报，还不是一笔钱。家电再报报还不是一笔算了，这个拎包入住就去，没关系，租金高就给他高，反正在台北人的视角里，他看不出高雄的租金这样子叫做贵。其实我们已经可以变成那个社区里面房租最高的一户了。跟你分享，尤其是支票这东西你可能没接触过没用到，但是你有这种租客，哇，真的是好爽真的是好爽，爽到什么程度？爽到说哇，那我干脆每一间都整理来租给法人租客，然后都说要开支票算了。我都完全不用担心那些有的没的，什么租客那边有没的，那是公司在用 ，OK 啦。那平常根本也没什么人也不是有人常住在这边，然后也不用火，也不用什么，相当之安全便捷我就觉得说这个自产收租的终极目的应该是要长这个样子。我说住宅，你最好的租客是谁？你要说是家庭嘛，没有，在家庭之上还有一个叫做企业法人。你说企业法人有可能会倒。对啊，有可能没错啊，但是他总是比那个一对小情侣然后来租房子，租房子之后分手就跟你说要退租这个波动这个法人还是小非常非常的多的。再看看，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
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3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哦，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哦，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哦，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哦，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泸州，他们店在泸州，泸州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哦，什么老屋翻新啊、隔套啊、老公寓啊、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一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